你不练哪有现在的样子？你不练，你看谁？你看谁？你一下就上去了，为跳绳而生，也不太可能吧？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吧。这次的比赛呢，我们能认识到这副新的面孔哈，来自于广东海艺的全红婵。这个小姑娘在来到东京之前还不知道奥运会是什么，但是今天她找到了最美的答案。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来自广东海印队的全红婵，教练员是何飞怡。太卷了，卷的一个比一个卷。控制点不吃零食吧，就把体重控制好，就保持那个水平，不被淘汰吧。不被淘汰吧。他现在正在处在发育期，比我刚带他的时候重了要10多斤吧，身高长了7公分。发育期，然后动作上面、技术方面也有一些改变，但后期我会在训练中会改正。东京奥运会完之后，自己变化，还是挺大的。身高、体重、体型跟完成度没有那么好，面对有变化吧。从自己的训练，然后身高、体重，然后各个方面动作越来越沉重了，也是，觉得没有那么轻松吧，然后完成的很低，没有以前那么高。就像你身上绑着一副沙袋，你去跳，这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东京那时候33的体重，到现在的41，其实蛮大区别的。有时候觉得很轻了，但是你跳动作的时候感觉特别没力，人就很飘。跳动作就觉得虽然很轻，但是总觉得做得不好。其实拿到奥运金牌之后，大家都说是天才，但是更多的是努力吧。我只是认真对待每次的训练。他动作沉重了，他自己也会不舒服，他会自己先来减肥。我们正课下午1点半练到8点，但是他会12点钟就先来练，就相当于比别人多练了1个多小时。在拿到奥运会金牌之后，全红婵的身高和体重快速增长，不到2年的时间，身高增长了7厘米，体重增长了6公斤。为了应对身高和体重增长带来的巨大变化，全红婵必须提升训练量，加强体能和力量的训练。很多时候，全红婵都是最后一刻离开体能训练场。8、9到，好嘞。向来活泼的全红婵开始变得沉默了，训练格外玩命，重回巅峰是她最大的动力。你不练哪有现在的样子？你不练，你看谁？你看谁？你一下就上去了，为跳绳而生，也不太可能吧？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吧。我觉得都是训练出来的吧，因为它不是只有把水花做好就是很好，因为它从起跳还有空中的姿态还有入水看的才很漂亮吧，这个动作跟水花裁判才会打分高吧。练完整个人真的很累，习惯了累死累活的去做动作，一天7、8个小时的去跳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。2年前还在奥运会上跳出3个满分动作的运动员，如今为何胜少负多？下次再努力吧，回去之后把那些动作给练好先吧，过就过了嘛，下一场咱们赢回来，对未来充满更多的期望吧。这种
不甘心应该会成为你以后训练的动力。我会更努力的去训练，然后把最好的水平展现给大家。我好开心。全红婵似乎还是那个快乐的小红，但是小红似乎无法再还原回那个懵懂而无忧的全红婵。有年轻过，但是我怎么也回不到年轻的感觉了。也有崩溃的时候吧，特别想发泄吧，这个感觉，比较想跳好自己的吧，然后就没跳好，就越想跳好就越不好，老是怀疑自己吧，然后怀疑自己真的是跳不好吗？那段时间有点没有上去。我就觉得之前很爱玩，为什么现在就感觉不是很爱玩了，就觉得没什么乐趣了。一个人坐在那里听歌，我觉得就想干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时常欢乐，偶尔深邃，这大概就是17岁时全红婵的样子。这个时候是因为体重，然后重了以后，整个下午有时候就心情不好，就你在跳动作的时候会不会过不来呀？还会挨骂呀？有时候会想，今天练不好会怎样？今天又是207了。可能在跳那个动作的时候，自己很紧张，然后很害怕吧，害怕自己跳不好。挺多场失误的时候，后面跳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压力比较大。我也是在比赛的时候哭，我小时候比赛的时候特别哭，那时候就死练207吧，然后就没跳好，然后就特别难过吧。就在为这个207受折磨。恐惧是人的本能，战胜恐惧则需要信任感。或许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我们把它称作信仰。怕，但是没有之前怕。那时候我就很怕摔，现在我不怕。摔就摔吧。我不是之前跳207的时候站上去就特别害怕，但现在站上去感觉就没有那种很害怕很恐怖的感觉。现在207这水平就在这儿，就已经算是比较稳定，然后可能再练一练，能力再上一上的话，8分、9分、9分、10分都会经常出现。不太适应，感觉做啥事然后会觉得有很多目光都在盯着你，出去玩啊之类的都害怕，感觉想有点私人空间。那也可以想象以后要是不练了，他们还能喜欢我吗？他们应该喜欢的是这个跳水这个运动吧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吧，但我现在感觉这不仅仅是种喜欢吧，也是一个你的一个工作了，也毕竟体育嘛，你出去比你代表的也是一个国家的，也不可能仅仅是个人。每次比赛的目标就是每次超越自己一点点，跳好自己的。我的目标肯定是站到最高的领奖台吧，但也得首先做好自己吧。自己的目标要追求永远都向前走吧，朝着那个冠军离得越来越近吧。对奥运会有什么想法？我希望我们去参加的所有人都能登上，把中国的国旗升到最高，为国争光。